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大圣论心不论事，小圣论事不论心啊。论心不论事，就是关注自己的心有没有照顾好，或有没有同理心去同理别人，而不是只在意事情有没有做好。他强调的是论心啊。那论事不论心呢，就是只在意事情有没有做好，都不去关心自己的心有没有照顾好啊，甚至没有注意到因为自己的不用心而伤害到别人啊，也就是呢，只知道做事不懂得做人呐。那这句话是强调论事啊，能够论心是大圣法门呐。那只是论事啊，那是小圣法门，所以才说大圣论心，小圣论事嘛。那哪一个比较重要呢？其实各有其重要性啊，没有绝对的好坏或对错，要看情形而定。大乘佛教重视发心呐，认为一个人呐，这个内心的动机才是最关键的。例如我们净思语所讲的，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啊，而是有心人的参与啊。也说呢，心不难，事就不难啊。这些都是强调修心的重要性因为一切唯心造嘛那小乘佛教呢，是重视行为认为善恶是取决于一个人的行为认为一个人即使内心很善良但如果行为违背了戒规，或者是做出违法的事情还是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因此呢，这个是重视修身跟戒规的实践而不是单靠心念来评断一个人证严上人曾经开示说到佛法虽然来自印度跟尼泊尔，但因为当地的佛教徒没有走入人群，所以缺少事项，没有做事就没有事项那没有事项就难显真理就是以事显理的嘛，对不对？那没有事就没办法以事显理嘛所以现在新马的志工团队开始走入了蓝毗尼跟菩提伽耶就是要把大乘佛法的事项落实在尼泊尔，因为他们过去那边是济贫教育一起做嘛这些就做事情嘛。所以这句开示里面所讲的缺少事项就是指比较少走入人群去弘法利生去度化众生那难显真理的意思就是说很难以事去显理的，因为没有事就没有理所以大乘佛法强调要理事相通理事是相应的道理在此要化理论为实践，这个才是佛陀的理想也就是一边问路一边走路，一边走路一边问路，要确保走对路，然后才加速，这样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精准，不会失误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论心虽然很重要，但论事也不能说不重要因为念经是问路行经是走路要走才会到目标那有一个观点我们也要很清楚，法门没有大小高低之分，但是有先后顺序从小乘中乘再到大乘好像说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然后再到大学，这个每一个阶段也没有大小高低之分因为很难去区分对，但是它有顺序所以前后不能颠倒。佛陀开讲《法华经》之后呢，就不再讲大乘或者小乘而是统称为一佛乘，也就是一乘因为小乘这个词呢，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有贬义的味道看不起的意思所以讲一乘比较圆融然而我们对大乘论心跟小乘论事还是要有所了解大乘跟小乘的区别在哪里呢？简单讲心大就是大乘心小就是小乘
大乘法门就是指入人群的菩萨道啊，这个难行道。小乘法门是指独善其身的自我修行啊，这个容易啦啊，易行道。那大乘是什么？就是大白牛车啦，可以载很多人的啦。小乘是什么？小洋车啦、小路车啦，哈，这两者之间的格局有一些差异啊。那我们举例来讲呢，更清楚。好像说，譬如说杀业，大圣者起个念头想杀他，但没有真的杀他哦，这样也算是破戒啊，这个杀戒的罪就成立了。这个是对大圣而谈的。那小圣者起心动念要杀他，但没有真的杀，这样就没有破戒。有恶念但没有恶行就不算了啊，这个是指小圣了。那大圣就不同了，大圣者只要起心动念离开正法，起一个杀心，即使你没有付诸行动，也算是杀业。对，大圣比较严一点啦。好，所以大圣菩萨是从心地上来决定。那小圣就是跟我们世间的法律差不多啦，啊，你有犯行才有犯罪嘛，有那个行为才有那个罪行嘛，哦，但恶念啊，有恶念但没有付诸行动的话呢，就不结罪。所以才说小圣戒好持，大圣戒难持啊。菩萨道的理论基础呢，就是《妙法莲华经》嘛。而每一尊佛在成佛之前呢，都必须经过法华经的法华行。换句话说，不管你修的是什么法门啊，最后通往成佛之道就是菩萨道。那菩萨道是强调走入人群啊，因为投入人群才有机会跟众生结好缘啊。而佛法更是强调什么？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啊，人格成，佛格才会成嘛。哦，那有一些慈济老委员呢，年纪大了，那体力也渐渐衰退了嘛，啊，就逐渐不想出门啊，就待在家里嘛。那这样上人就会鼓励他们说，即使体力衰退无法承担工作啊，至少你也要走出来给人家看，因为走入人群才能够得到人群的祝福啦。啊，这样也是在广结善缘呢。而广结众生缘的人，命中是多贵人呐。啊，可见入人群结好缘，对大圣的修行法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也可以说了哈，入人群做事就是慈济宗门，也就是论事；入经藏闻法就是净思法脉，就是论心呐。那论事就是做入世的工作。论心呢，是用出世的精神啊，两个双轨并行，相辅相成啊，就是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啊。那这个简单讲就是什么？就是福慧双修啦，悲智双运啦。那其实年纪大、体力衰也是可以行菩萨道啊，因为大乘法门是什么？是论心嘛，不论事嘛，有心才是最重要的啊。哦，那也不必拘泥于形式啊。啊，诵经啊或拜经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方便坐蒲团也没关系啊，选择坐椅子也是可以呀、啊，坐高的椅子比较舒服啊。心里虔诚啊，然后跟经文不相舍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喜欢怎么念就怎么念啊，喜欢坐着念或跪着念啊，或者走着念都可以啊。行住坐卧的四维仪中呢，功夫不间断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乘佛法是很活泼的，是开放的，是自由自在的，没有约束的，啊，所以一切的规矩跟仪式是示现给别人看的一种身教，来启发别人的什么恭敬心跟道心嘛，好，为大众呢做一个好的样子，哇，好庄严哦，用意在此啊，所以小乘是着重在形式上。而大乘是往往就没有拘束了，因为大乘佛法要身体力行走入人群啊，所以它必须生活化，因为这样才能够接地气啊。啊，记得有一次啊，
我们在跟证严上人开会的时候呢，一位主管就问证严上人啊，他就说了，他说上人，既然工作经验很重要，可以让工作做得很有效率，那以后我们在招聘同仁的时候，是不是就直接聘请有经历的人呢？那证严上人就回答说，我不是要有经历的人，我是要有愿力的人。这句开示是蕴藏的深奥的道理啊。因为企业是讲求成果跟效率嘛，所以他需要怎么样能够快速上手解决问题跟创造价值的人啊。那有经历的人通常具备专业技能嘛，实战经验也有嘛，也有决策能力嘛，可以缩短适应期啊，提高生产力，减少企业的风险。那修行团体就不一样了修行团体的用人，他不以成果跟效率呢来评价一个人而是注重这个人他是否能够发心立愿呢？有愿力的人，即使没有很多的经历但只要你愿心坚定愿意学习跟持续修行最终也是会有所成就的简单讲了，企业重视能力，修行重视心力。那我们举这个例子来分享，也是印证大圣论心不论事的道理。那发心立愿就是属于论心的层次经验经历就是属于论事的层次因为经验跟经历就要来做事情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企业论事，修行论心不过我们不能讲说企业论事不论心的，不能这样子讲因为企业管理也是强调要用心用心管理专心做事细心分析对，所以他也强调人性的管理嘛。那这个也是属于论心的层次所以我们只能够讲说企业论事，但是不能讲企业论事不论心，不论心这个字不能讲出来这样讲才会圆融了否则人家会有争议的。那有人说成佛好像是很遥远的事情也很抽象所以不是很在意的，一般人是这样子的。其实不然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未觉悟的佛嘛，所以佛跟众生最大的差别就在觉悟与否觉悟的就是佛，那不觉悟的就是凡夫，所以我们才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但是你讲没有差别嘛，唯一的差别还是有觉悟与否所以你心要是觉悟了，说话也是觉悟所有一切动作都是觉悟的开口动舌言行举止如果是觉而不迷那是真正的开悟那我们凡夫有时候会觉悟，有时候无明一来又执迷不悟，有时候心宽念存，有时候又心猿意马所以凡夫是时佛时魔也就是说佛性来的时候呢就是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那魔性来的时候呢又变成什么？南无青青菜菜做菩萨变成青青菜菜做菩萨了那佛是宇宙大觉者，是一天24小时都保持正念的，所以称为佛那我们凡夫呢，好事做的再多了，佛经念的再多了，但因为我们的心念呢，常常是起起伏伏，反反复复，时明时暗即使还有佛性在最多也只能称为兼差的佛客串的虽然说成佛对一般人来讲好像感觉很遥远，那能不能成佛好像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然而觉悟与否则是跟我们的生活是否幸福快乐日子是否过得很开心呢，是息息相关这个就离我们很近我们也会很有感的因此先不要讲说可不可以成佛了，先讲可不可以觉悟再讲。因为人生不觉悟的话就是烦恼不断嘛，它的结果就是烦恼不断嘛。那这个就跟我们每个人是切身有关因为大家都很有感大家都很有感的不是吗那大圣论心不论事，这个不论事
意思不是说不做事不管事哦，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指做事的时候呢，他不会落入事项，也就是不会去刻意注意啊别人做的不好啦，或别人有没有做错啦，重心是放在自我关照、自我反省。所以这个论心啊，不是议论别人的心，而是把焦点放在照顾好自己的心呐。那小圣是论事不论心呐，这个不论心的意思，也不是说不用心不专心，不是这样，而是在提醒我们呐，不要太注意事情的外象跟表象或者假象，而忽略了照顾好自己跟别人的道心，这个才是实相。简单讲就是说啊，不要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啦。所以论心很重要。三藏12部经追根究底，就是在探讨一个字，叫做心。可见论心多重要啊！那不论心啊，或不用心，那就无法跟经文相应哦。这样再怎么诵经、拜经、念佛，也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呐，念破喉咙也枉然呐。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刻意拒绝恶魔跟外道的是小乘的佛教徒，那不去拒绝恶魔跟外道的才是大乘佛教徒啊。所以才说嘛，若能明心，则外道经典都是正法哦。若不明心，学佛多年，你还是外道啊。排斥外道的邪见，只肯定佛教的正见，这样也是执着于邪见跟正见，也是一种执着。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不必舍弃妄见跟邪见的，而因为要彻底舍弃妄见跟邪见，要这样都没有念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哦。因为念头一定会升起的，起心动念是念起呀，多用心也是要念起呀，升起一念用心的念头啊。然而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句话是非常的关键。要担心的不是念头纷飞，而是正觉一直无法出现。也就是说，你不必去歼灭敌人呐，你只要壮大自己就好。同理呀，也不怕事情困难重重啊，只怕找不到方法，对不对？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了啊。有一次呢，有人请示证严上人他问了，他说：“请问上人，你会不会钻牛角尖呐？”证严上人回答了：“当然也会啊，不过我跟你们不一样啊，你们是钻进去就跑不出来，我是钻进去马上出来，差在这里了。那个蕨跟米差在这里了。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每个人虽然都会起心动念而钻入牛角尖呢。”但有正念的人，他却是升起一念无所住之心呐。这个也是起心动念哦，但是他生的这种念头是无所住的念头啊，叫做念起不随啊，生而无住啊。意思就是说，念头来了哦，不但不随着它哦，还要妙用它哦，这个才厉害啊！前进无路就往后，不是退哦，往后进。因为地球的后面跟前面一样宽的，不是吗？对，所以能妙用无明，则无明变光明啊；能妙用问题，则问题变菩提啊。妙用逆境，就跟以毒攻毒的道理是一样的哦，都是强调将负面因素转化为正面的效果，而不是一味的抗拒它或者逃避它。所以不怕有事，只怕无心，有心就不难了所以以上这些道理就是论心不论事，只怕无心，不怕有事啊。那烦恼给我们带来心中的苦闷啊，大部分的人呢都认为，哎呀，烦恼就是一种障碍啊，对不对？然而，我们如果深入去探究它我们会发觉其实烦恼也是一个道场也是修行的资粮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如实去探知我们内心的世界，
怎么会这样子呢？昨天还快乐，今天烦恼了，对，你会去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吗？那它可以真正的反映我们内心的动态。而这个真实的现象是什么呢？不止人生很无常哦，人心也是很无常啊。那人性更是怎么样？很丑陋啊。那些这些不好的镜像生生灭灭啊。然而修行，既然我们要来修行，就是要在这些乱境中呢，来乱中修定啊，定中修慧啊，以微妙之法来及时对治它。经过一番妙用之后呢，为我们带来心灵成长的资粮啊，这个也是成长的喜悦嘛。因此才说修行最好带3分的苦啦，没有苦很难修啦，没有烦恼也很难修啦。甚至说烦恼是成佛的种子啊，你没有成佛的种子，你怎么成佛这个道理就好像莲花出污泥而开，不是吗？但花朵一样的是清净无染的，美丽夺目啊，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是在殷切的提醒我们，必须依循我们内在的自信三宝，不是外求，是内求，这样才会有体悟了。那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了，这句话我们也讲了好几次啊，知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啊，太重要了，所以常常用得到啊。依自己的智慧，依正信的佛法，莫依依止，就是不要依靠外来的神力啊、神教啊、迷信啊、外道啊，或者怪力乱神，不必靠这些。那这句话是佛陀在入灭前最后的教诲哦。有一位深受人事困扰的志工他向正言上人呢倾诉心中的委屈啊。那上人就对他辞世之后呢，看他还不能开窍还是猛查搞不懂啊，听不懂啊。于是上人就叹了一口气啊，轻轻的就回到了，哎呀，向前行吧。那高人指点却还是点也点不通，点也点不醒，那要怎么办呢？对，所以我们才说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无本事实在无法度，对不对？没有本事真的没办法，因为佛陀只能教我们方法，而要如何去用法，就要靠我们自己的本事啊。没有一位师父可以帮他的弟子觉悟跟解脱的啦。要觉悟跟解脱或者要消除烦恼也好啦，必须靠弟子自己去下功夫。这个叫做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啊。所以做弟子的唯有自己先能够尽本分，才有可能有本事有本事啊。所以才说嘛，那无本事实在无法度。人如果一直活在过去的活在那种不愉快的人跟事的情境当中，纠缠不清就好像在身上绑一颗不定时炸弹而成为什么心灵的火药库会随时引爆，造成我们身心的危机那这个心灵火药库不但会摧毁自己也会危及身旁的人所以在它还没有引爆之前我们必须谨慎的及时将它拆解，把危机解除掉。那大多数的人之所以会抱怨不满都是跟过去不愉快的事情过不去嘛。那这样的人经常是什么？很爱讲过去，越讲越生气，自寻烦恼。也因此呢，正言上人才语重心长对这位志工说向前行啦。前脚走后脚放的意思了3岁小孩都听得懂，但是80老翁做不到过去的回忆不论是甜蜜或痛苦的，只要我们经常去回忆这个对现在的生活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才说嘛，人可以记忆，但是不要回忆这个就好像说可以将历史记录归档在我们的电脑里面，当作检讨跟策立但不必常常没事就把它找出来加深印象，尤其这些是不好的回忆那这样就会让自己陶醉也好，或者计较也好在过去的事情，而无法活在当下。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了，
未来的还在计划啊。只有现在今天当下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因为它跟我们今天是否活得清安自在是息息相关的嘛，不是吗？所以碰到困境更要加速前进啊，才能越快脱离险境啊！这个就是逆势操作啊，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了。唯有向前看，向前走啊！刚刚讲前脚走，后脚放啊，这样才不会原地踏步而固步自封，也才不会跟顺逆起伏呢纠缠不已呀，难分难舍啊，无法处理呀。有一次在讲座会的双向交流里面的一位会众，他问我问我了哈，他问说，虽然以佛心看人，人人是佛嘛，那这样只看优点而不看缺点，那活动要如何去检讨呢？会务怎么会进步呢？这样的提问也不无道理哦，尤其是企业不检讨缺点去做改进，如何去跟人家竞争呢？如何让企业永续经营呢？尤其是一个人如果不自我反省检讨，不自我充实改进，这样心智要怎么成长？所以这样子的提问是有道理的。然而，如果这个是有道理，那它跟我们今晚的主题讲的大圣论心不论事这样有冲突吗？对，现在我们来好好解释这个提问呢，涉及到佛法慈悲包容跟自我检讨之间的平衡点对别人慈悲包容那对自己要自我检讨这个中间的平衡点。以佛心看人的意思是说，以慈悲包容的态度去对待已经犯错的人因为人之所以会犯错，有时候是他经验不足嘛，或能力不够嘛，甚至是习气使然嘛。其实我们也会这样子都是一样所以如果将心比心，万一犯错的是我们也不希望别人对我们穷追猛打或者呢那个吹毛求疵不原谅我们嘛，是吗？那这样将心比心，道理就通了嘛。这个就是论心不论事的道理啦那论什么心呢？论同理心这样心比心才会更贴心嘛，对。因此呢，以佛心看人，并不代表完全忽略缺点或者对缺点完全视而不见，不是这样子的而是选择以善巧跟圆融的方式去看待别人的过失，不是带着批判或厌恶的心态了如果有这样子的心念升起呢，这种不好的心念升起呢，就要赶快提醒自己，哎呀，论心不论事啦那隐恶扬善是一种美德但如果隐恶隐过头，变成粉饰太平或者是是非善恶分不清的啦那这样就很要不得了。因此别人有错，我们善解包容这是宽以待人嘛。那自己有错，还是要自我改进还是要记得，还要汲取教训才不会重蹈覆辙嘛。那这个就是什么？严以律己嘛。那这样才是出世的精神，也才是正悟的理念那有一句近似语讲说不看杯子的缺角啦，杯子还是圆的啦，这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样就比较不会被事情或问题的困住，因为世间本无完美圆满才是心态这样的道理也是一种论心不论事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欢喜赞叹，并向他学习看到别人的缺点，我们善解包容，并自我警惕。之后呢，立即放下，而不是把它放在心上，更不要因别人的无心之过而让自己不悦、不欢喜、不开心，这样就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嘛。即使别人犯错了，那也是别人的业我们如果因此而难过痛苦，那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业啦。那这个时候两个人彼此共业，这样的道理通透了，就会知道该论心的时候就论心，该论事的时候还是要论事做到人缘、事缘，最后才会理缘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大圣论心不论事，
小圣论事不论心啊，就说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